出车祸那天，沈泽放着重伤的我不管不顾，抱走了他只是蹭破点皮的白月光。我躺在血泊中，虚弱的求救，他却眼旁观，流点血而已，死不了。月姨怕疼，我晚点再回来救你。可沈泽没有回来，而他不知道，在那天我失去了3个月大的孩子，我彻底死心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得知孩子没了的那一秒，我痛到全身发抖。医生安抚地说着好话，面露同情，尽快通知他的家属，这对于他的身心都有帮助。家属，你们不是认识吗？沈大医生，吴氏怀孕的老婆，至今都没有出现。怎么，她死了？为什么不通知我去庆祝？闺蜜沈双林不管不顾的讽刺，医生护士皆觉得没脸，大步离开现场。我颤颤巍巍将手放在小腹，很平坦。1天前，这孕育着一条生命，有时候还能感受到它磅礴有力的心跳。现在什么都没了，眼泪大颗大颗打落，我哭到不能自已。沈双林不知道怎么安慰，也跟着哭，嘴里骂骂咧咧。我就说沈泽是个白眼狼，这么些年你辛辛苦苦伺候他，还给他怀了孩子，他却这么对你。他听起来真的伤心至极。我松开紧握的双拳，露出大片自己掐的血迹，真红，跟车祸那天一样红。那是在傍晚，我外出散步消食，正好遇到沈泽的白月光。他很不讲理，不管我往哪边走，他都要拦着。我不明所以，看他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被车子撞飞出去。疼痛袭来的那一秒，我拼命护住肚子，可在强烈的撞击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。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身下一片鲜红，肚子疼得仿佛要爆炸。顾月怡假装用力地朝我爬来，但我听到了。汽车驶来的那一秒，她说：“你去死吧，只有你的孩子都死了，沈泽才能完全属于我。”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杀害。我强忍下心中悲痛，报警。我的孩子只有3个月，他还没来得及看这世界一眼就消失了，所以杀害者应该付出代价。交代完事情经过后1天，警察找上门来，与之一起的还有沈泽。他很不耐地走进病房，一张脸上布满冰霜。你闹够了没有？这就是一个意外，你只是受了点皮外伤而已，现在还有脸报警了？要照你这个逻辑，你们一起出现在那，我有理由怀疑是你要谋杀。他一字一句，条理清晰。我早就料到这个结果，一个在车祸现场抛下怀孕妻子的懦夫不会站在我这边。同志，请你注意对患者的态度，我们是来查案的。警察公事公办地瞥一眼沈泽，我从悲伤中解脱，努力放平语气。我每天都会在那散步消食，从未出现过车祸。昨天顾小姐3番5次阻拦我前行，这些都有监控可以作证，所以我有理由。于新月，你有完没完？昨天月姨找你只是为了道歉，她也受伤了，疼得小脸煞白。你是死人看不见吗？她把所有的愤怒对准我，一吐为快，看起来像是我的仇人。警察下意识皱眉，我急忙扯住沈双林想要上前的手腕。这种眼盲心瞎的家伙，再解释都没有用，他就是个蠢的。可恨我现在才看清，白白葬送了孩子一条性命。沈泽被带出去后，警察再次采集证据，直到傍晚才离开。我呆呆地望向屋外，夕阳比昨天红了些。最先赶到车祸现场的是休假的沈泽，我一动不动，大喘气朝他伸手：“救救我的孩子，阿泽，求你！”我能感觉到肚子中生命的流逝，拼命的求救。沈泽看都不看我一眼，直冲向顾月怡，把她抱进怀里。
我看得很清楚，顾月怡早就料到有车要来，规避得很快，因此只擦破一层皮。可沈泽仿佛天塌了，红着眼眶安慰他不痛。我想爬过去，实在没有力气，只能无力地喊着阿泽，阿泽。我以为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他不会扔下我不管，谁料到沈泽只是嫌弃地看我一眼，流点血而已，死不了。月姨怕疼，我晚点再回来救你。我就这样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到夕阳完全下落，浑身冰冷，哭不出声音。这个信念终于滑落。沈泽没来，也没打急救电话。我是被路人送到的医院，孩子没了，眼泪无声无息打在被子上，我蒙头痛哭。沈泽扶着一瘸一拐的顾月怡走进来，他的表情依旧冰冷厌恶。倒是顾月怡扑通一声跪下：“新月姐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伤害你的，我不知道有车要来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是我没有想杀人啊。阿泽哥哥知道的。”我连一只蚂蚁都不愿意踩死。借着灯光，我看清了顾月怡楚楚动人的小脸，与昨天截然不同。车祸到现在，沈泽一直陪在她身边，把她照顾得面色红润。而那个时候，我的孩子化作一团血肉，无声无息。滚出去！我不想看到你。我把枕头丢在顾月怡身上。他倔强的惊呼，又死死咬住牙齿，一副任我惩罚的模样。沈泽最先受不住，他扶起自己的心上人，把枕头狠狠砸还给我。闹够了没有？月姨都善解人意的来道歉了，你还要他怎么样？做事情要有个限度，你别太过分。看着他喷火的眼睛，我觉得有些好笑。沈泽大概现在都不知道我流产了。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流点血，小伤罢了。沈泽，我为喜欢过你这样的人感到恶心。我盯着他的眼睛回答。沈泽眼眸一沉，而后发出低低的笑声：“于新月，你这招以退为进，真的烂透了。你这样恶毒的女人，连月姨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我倒要看看，以后你要如何收场。”话落，两人的身影消失在病房。我拿出手机胡乱点着，最后落在小姨的号码上拨通。小姨，我同意出国，以后不回来了。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小姨一个亲人，因此她得知消息时特别兴奋。新月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比起家庭，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。欢迎你加入我的公司。你尽快办理手续，1个星期后见。1年前，小姨在国外创办公司，并且取得十分不错的成绩。她多次邀请我加入，均被我以家庭的借口拒绝。现在心死了，路也该换了。2天后，我出院了。沈泽没有出现过，但我的手机一直都有他的位置通报，这都是顾月怡的功劳。每天雷打不动发照片。我今天和阿泽哥哥去游乐场了，他说他就是要弥补我的遗憾，把我当小孩养。阿泽哥哥对我真好，把你们房子的侧卧都让给我住了呢。哇，新月姐姐，我好羡慕你。阿泽哥哥居然还会做饭，味道很不赖哦。我有很多天没有看过消息，现在一看，目光紧紧停留在顾月怡躺着的卧室。那是我给孩子准备的，里面的东西全都是我亲自买来，一点点装进去。现在沈泽带着害死孩子的罪魁祸首住进了这个房间，我感觉已经死去的心脏再次被摔得稀巴烂，疼得我一个踉跄。沈双林心疼地抱紧我，想要去和他们拼命，不带这样糟践人的。那也是他的孩子，那不是。我目光荒凉，否定了沈泽作为父亲的身份。早在他丢下我不管的时候，他就没有资格再做我孩子的父亲。沈双林安静下来，陪着我回家，哪怕我一再强调没关系，他也怕我受欺负，硬要跟在屁股后面。
好在沈泽还要脸。我到家的时候，家里空无一人，只剩空气中弥漫的味道，暗示着有谁出现过这里。我迷迷糊糊睡了一天，再醒来时，沈泽生气地瞪我：“我给你发了一天的信息，你是没看到吗？”于心月，闹了这么长时间，该够了。在面对这张只会指责的脸，我少见的没有失落。抬起手机，大片大片沈泽发出的消息。他问我女孩子爱吃些什么，见我半天不回，干脆让我做好，他下午就来拿。讨好的意味十分明显，我知道这是给顾月怡的。我的丈夫想要我做饭，拿去讨好白月光。我紧抿嘴唇，脸色由于身体不好，苍白的可怕。沈泽不自然地别过脸庞，轻咳一声：“于心月，你既然已经出院，就证明好了。警方那边，你尽快去撤案，人家已经查清楚了，那个人根本不认识月怡。只要你能乖乖听话，我可以原谅你最近的所作所为，享受了一切利益。”最后施舍地告诉我：“你大度一点，就可以当作一切都未发生。”我下意识摸向小腹，看着沈泽的脸：“你还是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”沈泽抬头看我，眼里有疑惑，还有丝丝怒火。字面意思：沈泽，你这样的人不配拥有家庭。我再次躺下，背对着沈泽。这是第一次，我们结婚9年，我从来没有甩过脸色，哪怕沈泽和顾月怡鬼混夜不归宿，哪怕他为了陪顾月怡吃饭，把重病的我丢在家里，我都没有怨过。可现在，爱化为尘埃，我和沈泽之间留下的只有无休止的恨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家里难得安静，我多躺了一会，不再操心沈泽有没有吃早饭，胃会不会难受。他倒是破天荒地打开我的房门，将香喷喷的小笼包放在柜旁。前几天没有去照顾你，是我的失职，但你不能将无辜的人扯进来。心月，月怡只是我年少认识的小妹妹，我多帮帮她，绝对没有任何的想法。她向我解释着，一双桃花眼皆是深情。我欣赏着她的表情，感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怀着孩子的时候，我最喜欢吃小笼包，大概是孩子喜欢吃，每天都要吃上那么几个。沈泽是个淡饮食的人，他总觉得小笼包油腻且不健康，每次都要我避开，或者在外面吃了再回来。现在为了顾月怡，他都可以忍受着不是给我买这个东西了吗？可我更讨厌，孩子都没了，我没有保护好他，吃什么包子？我将东西全部打落在地，有几个落在沈泽身上，留下几个油腻的印。他皱紧眉头，不悦地开口：“我一大早就去给你排队买吃的。”于心月，我自问我已经用了最真诚的态度道歉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月怡点错，谁让你一天到晚瞎溜达？我身子骨不好，为了方便生下孩子，医生让我多运动。这一切沈泽都不知道，他甚至不知道我们有过孩子。每次我想要开口讲的时候，他总会有各种事情：给顾月怡搬家，给顾月怡送东西，顾月怡害怕打雷，需要人陪。这些琐碎又烦人的借口与理由，占据了我人生的9年。我像一个忍者，一忍再忍，现在好了，再也不用忍了。我没让你去买，沈泽，你自己自作多情，怪得了谁？这句话也是沈泽最喜欢说的。我自以为是的给他付出，照料好这个家，到头来换来的只有4个字：自作多情。沈泽意识到什么，脸霎时苍白，无力地看我。我跟你讲不清楚，总之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会抽时间多陪你，你也就不会疑神疑鬼，非要觉得别人害你。他的话说得十分好听，我知道，坚持不过几天，沈泽不会丢下顾月怡不理，更不会照顾我。当天晚上，
我总算见识到顾月仪所谓的厨艺。我极少看到沈泽这副样子，仿佛面前的不是菜品，而是一个等待决绝的方案。当初我也是被他这副姿态迷得神魂颠倒，在他屁股后面追了几年。那时候，顾月仪早就跟着家里人搬家，几年不知所踪。沈泽念着这个白月光，但找不到他，造一个他出现也好。所以我衣柜里的红裙子全换成了白色，高跟鞋也全被板鞋取而代之。这一穿就是9年。我终于意识到，我是于心月，我不是娇嫩的玫瑰，而是属于自己的向日葵。所以我翻出了压在箱底的红裙子，换了个明艳的妆容。沈泽端着盘子的手有些恍惚，我没再对他笑，冷冷地坐在桌子对面吃饭。你这样很好看。沈泽难得没有推我去换衣服，发出赞叹。我点点头。餐桌再次安静下来，这很不符合我的性子。沈泽只能自己找话题。到最后，我皱眉怒斥：吃饭就不讲话了。这句话让沈泽想要给我夹菜的手一滞。今天一天，他已经做了无数次讨好，被我一一驳回。现在他多少有些不情愿，说话也夹枪带棒。于心月，我今天都请假在家陪你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无理取闹没完了是吗？不陪你你不高兴，陪你你也不高兴。跟顾月仪待的时间长了，我总觉得他的话有些茶味。起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协议，出院那天我就准备好了，只要沈泽签字，从此我跟他毫无关系。沈泽2天见不到自己的解语花，我再这么一闹，气到跳脚，用离婚威胁我。于心月，别以为你受伤了，全世界都欠你。要不是月姨求我回来，我才懒得理你。他气得摔门而去。我无视一桌子狼藉，朝外走去。1楼是我和沈泽一起开的店，里面贴满了我们曾经的合照。照片中我悠悠地笑着，沈泽低头望我。那时候我是他的全世界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呢？我摇摇头，那都不重要了。我今天来到这是为了交接店面，这个店位置很好，交通便利。我几乎才挂上去，就有人愿意接手。员工早早就打扫好一切，等着我的到来。他们有些红着眼睛，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我知道什么意思。这里有很多人是看着我和沈泽走过来的。如今我们走到这一步，多少有些于心不忍。你要离开了吗？你的孩子，他知道吗？他怎么可以这么对你？到现在还跟那个狐狸精去游玩。我抬眼看去，沈泽刚刚更新了朋友圈，虽然有意遮挡了顾月仪，但镜面暴露了一切。我心里一点也不难过，长长的呼出一口气。新来接手的人是一名家庭主妇，她脸上洋溢着真正的幸福笑容，也愿意接纳员工。我很欣慰，用最快的时间处理完一切，赶回家收拾行李。沈泽得知店被转让已经是2个小时后，我拖着行李箱看着这个冰冷的家，心里空荡荡的。从孩子走后，我就像一具行尸走肉，甚至不敢打开侧卧准备的儿童房。沈泽很生气，他死死拽着我的行李箱，一双眼睛仿佛能吃人。离婚不成，要离家出走了吗？于心月，一个车祸而已，你要玩到什么程度？你都多大的人了？我掰开他的手，头一次对他产生怜悯。直到现在，他还以为我是吸引他的手段。就这样的脑子，怪不得会被顾月仪耍得团团转。不过没关系，好戏才刚刚开演，我等着他和顾月仪的报应。沈泽，离婚协议我已经放在桌上，不管你答不答应，这婚我离定了。还有，你所谓的一个小车祸，剥夺了一个生命，怎么沈大医生到现在还不知道吗？我并不打算瞒着沈泽，他是那的医生，稍微问一下就会知道结果。更何况
只有从我口中说出，沈泽才能更加体会到我的绝望。我就那么看着，沈泽面容的血色一点点褪去，灰白一片，嘴唇哆嗦。你什么意思？他的视线最后放在我的小腹上，我迎上他的目光。你是医生，什么意思？你不清楚吗？你那段时间爱吃爱睡，还总说有事情告诉我，就因为你怀孕了。于新月，你别想骗我。他嘴上说着不信，身子却直抖个不停。我拎着行李箱，边走边回应：什么都没有了，沈泽，孩子变成一滩血液，流了个干净。你那么聪明的人，看到侧卧里孩子气的装饰品，就一点没察觉吗？还是说你故意装不知道？你这样的人不配有孩子。我走得坚决，背后压抑的哭声被风吹散。沈泽最终还是没脸追来。飞机落地时，姑姑站在机场门口，热泪盈眶。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。她已经知道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，心疼地抱着我哭。我已经很久没流泪了。孩子没了后，我像是突然成长，明白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。可现在家人近在咫尺，眼窝没忍住的湿润，哭到颤抖。痛，太痛了，比让我死了都难受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带着躯壳和负罪感，一日日活着。姑姑找回了理智，低声开口：我已经找到你说的人了，先去吃饭吧。我在明面上一直都表现出受情伤，所以跑到国外，哪怕是沈泽，现在也只会以为我太伤心了逃离。实际上，我早就查到肇事者的家人来到了这里。既然警方查不出证据，那我就自己查。顾月怡这笔账，我永远都不会算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沈泽发来信息，他像是琢磨了很久，只敢打下：到了吗？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这种语气，我不由得停留半晌，低低的笑了。网上翻全是我发过去的消息，大片大片，有问候、担忧、关心，还有日常的分享以及爱意。沈泽几乎不回我，他给我的永远都是2个字：忙着，没空，够了，回了，走了，出差。这就像他对我的爱意，多一分都是施舍。姑姑看我久久盯着屏幕，背着我喊来了沈双林。不得不说，有2个爱的人陪在身边，我有了些许动力。沈双林兴奋地从行李箱拉出一堆衣服，给我打扮收拾，把我带到了当地艳遇最多的酒吧。这一路，他都在吹嘘自己做过的攻略，一定包我满意。我心不在焉地回应着。进门确实被形形色色的帅哥惊艳到，饶是沈泽的容貌已经十分上乘，在这些男子面前也毫无胜算。沈双林兴奋地各种打招呼，拉来一款又一款美男坐在我身边。我有些许不适应，很快又觉得无所谓。都离婚的人沾点男色怎么了？午夜的灯光越来越亮，我的手机不合时宜响起，身旁的帅哥识趣让开。沈双林挑眉看我，我意识到什么，已经接通的电话浮现沈泽的脸，他像是病了，柔弱地躺在床上，语气微怒：于新月，你就算恨我也没必要糟践自己，那都是些什么男人？没一个好东西，你够了。我拉过一旁帅哥的手腕，当着沈泽面毫不犹豫亲下去。沈泽，你还没有意识到，在我这，你才是最恶心的，我这辈子都不想看见你。我边说边缩进男人的怀抱，另一只手不安分地摸着另一个男人的腹肌。理解男人，成为男人。这一刻，我体会到了沈泽当时的感受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所以用朋友当作遮羞布的借口。不过，我不屑做那种事。沈泽气坏了，咬得牙齿咯吱作响。我毫不犹豫挂断电话，把他全部送进黑名单后，恢复了刚刚的淡漠与疏离。一夜过去，沈双林玩得十分尽兴，
他很开心沈泽的嘴脸，认为一切都是他活该。我笑眯眯地应和着，手上要去的位置便是肇事者家里人的住处。去的路上，从前的员工给我发来一段视频，这是店里的监控，能很清晰看清沈泽的脸。那天是我离开的日子，他转头跑到店里砸了人家的东西，老板娘不屑地看他，见他彻底停手后，才让人上前计算赔偿。也许是店里的人讲了些什么，老板娘的眼神带有厌恶。闹够了吗？闹够了就走吧，我这店里容不下你们两尊大佛，尤其是那种明知道别人有妻子还往上凑的女生。他就差没有指着顾月怡的脑袋说她小三。正午的店里人来人往，鄙夷的目光落在顾月怡身上，打得他难受不已。那个一直把他捧在手心的男人毫无反应，反而再次将面前的碗碟扫落，分裂的碎片顺着响动划破顾月怡的脸颊，画面戛然而止。我想再怎么生气懊恼，看到顾月怡流血，他一定会把人拥进怀里，细细哄着。员工猜出我的想法，发来阵阵嘲笑。新月，你绝对想不到，沈泽那个贱男人不仅没去哄他，还在人家凑上来时把人推开，那画面血淋淋的，不知道他有没有毁容。虽然这么说不对，但我确实觉得很解气，空气都仿佛甜了几分。更好的消息是，赶到目的地时，那一家人还在。对于我的到来，他们仿佛做好了准备，第一时间道歉。当初他把我们送出来，我就应该想到的，对你不起。我的事情已经上了新闻，他们知道，对于一个母亲而言，失去孩子的痛苦，尤其是肇事者的妻子王英，她站不住身子，拼命鞠躬，孩子拘谨地站在一边，眼睛红红的。当初警方给我的答案是司机酗酒，看不清路边的人，我恨得牙齿痒痒。更多的是对顾月怡恶毒的怨恨，她可以抢我男人，赖在沈泽身边一直不走，哪怕他骗光沈泽的家产，我都无所谓。可是他不该动我的孩子。想到这些，我几乎控制不住情绪。王英安抚地拍拍我的肩膀，给我讲了他们认识的由来，就是在脚下这座城市。那时候他们过来游玩，遇到住在这里的顾月怡，他跟家里人搬到这很久了，是个不折不扣的赌鬼。巧合的是，撞我的人也喜欢赌，两人一拍即合，臭味相投。就那么几次见面，双方没有加联系方式，就连面前的几人都不知道他们靠什么联系上对方。也难怪警察查不出来，枕边人都不知道的东西，外人又怎么会知道？我听完叹息一声，告辞离开。王英追了出来，她是个家庭主妇，不懂什么道理，只知道丈夫做错了事，笨拙地拿出所有积蓄赔我。我知道给你造成的伤害已经无法挽回，如果你需要任何的帮助，都可以找我，这是我唯一能给你的东西。我看着那张卡，最终还是没有结果，转身离开。姑姑知道结果后，派出了更多的人走访调查，只要他们有接触，就会留下证据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沈泽跑来了，他换了一张卡，坚持不懈地给我发消息。沈双林怕我想不开和好，带着我每天游走在灯红酒绿中。我已经有很久没有过夜生活。沈泽总是自私的，他有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朋友，却要求我在家待命，等待他的吩咐，让我们庆祝新月走出阴霾，迈向更新的人生。看出我身边环绕的哀伤，沈双林举杯庆祝，我抬起酒杯一饮而尽，下一秒手被狠狠牵过。于新月，我说过多少次，我不喜欢喝酒的人，也不喜欢你穿得这么暴露，没看见有多少人盯着你吗？他在生气，因为我穿了露背短裙，
但是我出门时看过自己的样子，可以说风情万种。我喜欢现在的样子，不用为了任何人装扮成其他模样。沈泽，我也说过很多遍，我们离婚了，你没有资格管我。我不同意。他抓住我的手，猛然收紧，我疼得倒吸一口凉气，眼神越发厌恶。我早就说过，同不同意我都要离。我的态度太坚决。沈泽看了看周围，咬着牙跪到地上。认识这么多年，他从不肯跟我低头，更别说在这么多人面前下跪。沈双林兴奋地拿出手机记录，欢呼雀跃停了下来，所有人都看向我们。这是要求婚？抓包现场吧？这男的好卑微，就这还跪？那女的我可看见好久了，卡座上都是男模，小姐姐那么漂亮，多找几个怎么了？再说你们又不是当事人，胡说八道什么？更多的声音是对我的诋毁。沈双林气愤地讲出事情经过，沈泽羞愧地低下脑袋，把妻子丢在血泊中，导致孩子流了。怎么听都不是光荣的事情，他丢脸丢大了。我用力甩开手腕，居高临下的感觉确实很爽。沈泽，你觉不觉得现在的你像条狗？顾月怡回来的时候，她也跟我说过这句话。那时候我怕她离开我，疯狂地对她好，送午饭，跟在她屁股后面，哪怕她让我帮她和顾月怡送东西，我都没有怨言。最后换来了沈泽的嘲笑。他的身子紧贴着顾月怡，指向门外的流浪狗。于新月，你看你自己像不像一条狗？新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只是一时糊涂。月怡从小跟我一块长大，我见不得她吃苦，多次冷落了你，我知道错了。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沈泽泪如雨下，拉过我的手拼命打自己。要不然你打我好了。这几天我总是难过的，只要一闭上眼就能听到孩子在耳边哭。他问我为什么不救他，他怪我怨我，跟你一样。新月，我是真的爱你。爱，这绝对是我听过最大的笑话。结婚9年，他从不说爱，就连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也只是用行动证明。他的心上就好像缺了个口子，唯有顾月怡能堵上。现在我离开了，他又告诉我他爱我，无非是不甘心在作祟。沈泽，你真贱。沈双林冲我点头。我拿着手里的视频离开。当晚，顾月怡乘坐最晚的一班飞机赶来，她匆匆忙忙赶到沈泽身边陪伴他。我把手里获得的视频和证据全部一股脑发给了顾月怡。她坐不住了，如果连沈泽都不要他，那他回国这一趟就是无功而返，债主会砍了他的双手。我也是近期才知道，顾月怡回国是为了沈泽的钱。他在新闻报道上看到沈泽的消息，知道这个年少的爱人混得很不错，是医院数一数二的外科医生。面临巨额赌债的他，一番装扮，悄悄飞回国内。沈泽也是个蠢的，看他那么落魄，就立马心疼的给人找房子，花钱养着他。最终这个刽子手亲手了结了他孩子的性命。这将是我送给沈泽最后的大礼。第二天，顾月怡迫不及待地找到王英一家。他卡里钱不多，手上攥着的是刚刚沈泽给的。我身后跟着大批量警察。早在顾月怡赶来的时候，我就报了警。这些年，他造的孽可不止这一点，是时候要接受制裁。王英表现得十分害怕，他惊恐地跪地求顾月怡：“顾小姐，我和孩子什么都不知道。”当时于新月上门打探，我只以为是同胞上门求帮忙，谁知道他心眼那么多。现在他已经掌握了证据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男人已经死了，你总不能害我全家呀！顾月怡只露出一双眼睛，气急败坏：“没用的东西，我那么好的计划都给你给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顾月仪猛地踹向王英，他本就是心狠手辣之人，这么些年忍着也真是不容易。孩子拼命地哭喊，王英死死拽着顾月仪的腿：“顾小姐，是你让我丈夫开车撞于新月的，罪魁祸首是你，你这样对我，就不怕将来自己的下场吗？是我又怎么样？警察都没来抓我，你喊什么？王英，我告诉你，我能设计一次，就能设计第二次。”他的声音尖锐狰狞，跟在最后的沈泽几乎说不出话。我很喜欢他这副神情，失魂落魄，像受了极大的刺激。比之我失去孩子，这算不上什么。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。我站到月光下，脸上带着清晰的笑意。顾月仪迟疑地看我一眼，发出癫狂的笑：“于新月，你还敢出现？真以为我怕你吗？当初我就应该更狠一点，让人直接把你撞死。不过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”他拿着刀直直向我冲来，被身后的警察制服。沈泽出现的那一秒，他不喊了，只是呆呆地看着他，痛苦不已。“阿泽，你救救我，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好不好？”“阿泽。”沈泽没有回应，蹲下身问他：“为什么？”这3个字轻飘飘的，只有我知道，沉重的几乎要压垮沈泽的脊梁。这么多年的偏爱，孩子的一条性命，他想知道为什么他护在掌心的人要如此对他。我呸！为什么？沈泽，你以为自己很深情吗？如果不是你，那孩子有机会活的。你问我为什么？怎么不问问你自己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顾月仪被抓了。回国那天，沈泽一直站在我楼下，他固执地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沈双林挡在我面前，隔绝他的视线。一个包庇杀自己孩子的凶手，还有脸来找新月？你怎么不去死？沈泽垂下脑袋，轻声询问：“你早就知道了，对吗？”“于新月，你每次看见我，是不是像看傻子一样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他在怪我。这个男人还是一点没变，发生事情的时候，永远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。“沈泽，我说过的，孩子是他害死的，你有信过我吗？你该庆幸那天不是你值班的时间，不然我连你一起告。”回国的路上，我的心情说不上来的忐忑。沈泽一直跟在身后，好几次他都想上来搭话，被沈双林挡住。再次踏上这片土地，我摸了摸小腹：“孩子，妈妈回来给你报仇了。”沈泽意识到什么，掩饰神情的痛苦，双手伸过：“新月，我知道错了，行李箱给我吧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。”“过日子？”我讽刺地扫视他，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大脸说出这种话。沈双林更是愤怒地在他脑门上打一巴掌：“沈泽，别白日做梦，你这样的男人活该一辈子孤单。”我拖着行李箱先走，脑海中浮现王英说的另一个故事。顾月仪刚开始也是一个天真善良的小女孩，什么时候变的呢？大概是国外的生活压垮了她的家庭，她还有个弟弟，所以她爸妈选择牺牲她，拖着她去卖，以此来供她弟弟富足的生活。没有人愿意认命。一个从小被惯着长大、邻居友善的小女孩，一夜之间沦落为商品。那些男人欺负她，家里人也欺负她，他们在她身上留下恶心的痕迹，供人观赏。她觉得自己好脏，一次次的逃，把自己洗到满是疤痕。可没人帮她，她报警，她求路过的每个陌生人，依旧阻挡不了他腐烂的速度。后来，他杀掉了家人，杀掉那些恶心的男人，走上赌博的道路，就好像只有刺激的生活才能让他不被那些痛苦裹挟。一次两次，他欠的债越来越多，可他戒不掉，这比大麻还要恐怖，让他深陷其中。王英告诉我，他刚开始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觉得里面的小女孩太过于可怜，所以没有选择报警。她是一个女人，
更加能感受到同为女人的不易。更何况那是父母的背叛，也是他的一时善念，造就了顾月仪更多的孽。我没怪他，如果不听后面的部分，顾月仪确实很惨，以为奔赴的美好未来，却是无尽的黑暗。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不管他曾在苦难中如何挣扎，都不是他伤害我的理由。第二天，警局传来消息，顾月仪要见我，我去了。这次他呆呆地坐在那，看见我坐下，还冲我笑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从没有想过害你。沈泽不是良配，我撞掉你的孩子也是为了你好，不是吗？你为什么要不依不饶，不肯放过我？那也是为了孩子好，不是吗？出生在破碎的家庭，还不如死了。我看着癫狂的他，心里说不出的感觉。顾月仪，我知道在畸形环境下长大的你，不明白爱是什么。也许在你的世界，爱是无尽的索取，爱是利己。可我不是，那是我的孩子，哪怕他父亲是个烂人，你也没有剥夺他活着的权利，更没有资格替我做决定。顾月仪哭了，这一次的泪水夹杂了太多痛苦。她呢喃：“可是我妈不爱我，她不爱我。”我起身朝外走，直到看见阳光，才感觉身上的窒息散了几分。身后的沈泽一直跟着我，他听到了刚刚的对话。我抬头冲天空微笑：“沈泽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”自此，全部真相在沈泽面前揭开。我想看看这个我爱了9年的男人是不是真的烂透了。事实证明，听完的沈泽戾气更重了。见女人，那都是他的痛苦。他凭什么回来勾引我，害我的孩子？他就是贱。新月，你既然知道了，就原谅我吧。我也是受害者。我转移视线，目光落在沈泽身上。你是加害者。顾月仪接近你的时候，如果你拒绝，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。我车祸那天，你但凡有一点恻隐之心，孩子就不会死。沈泽，你一直都是加害者。我抬脚离开。顾月仪被判死刑，沈泽包庇凶手，虽然不知情没坐牢，但工作和财产都没了。从今以后，他要回到底层，亲自去尝尝那些痛苦。执行那天，沈泽不愿意再见顾月仪，顾月仪也不愿意见这个凉薄的人。警局的人告诉我，顾月仪死前几天，唯一觉得对不起我，他早就知道沈泽是什么样的人。从年少时，他便讨厌那个只会跟在暗处，说是暗恋他，为了保护他，却在他受欺负时不敢站出来的人。他自私、胆小，甚至为了得到美人用过计谋。人会随着长大懂很多道理，但埋在骨子里的东西不会变。我不会心疼顾月仪的下场，只是握着行李箱的手更紧了些。我要离开这座城市了，也希望下辈子你能有个美好的家庭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